小白从零开始使用 Way2Ray 快速科学上网，最快配置时间5分钟，快速实现翻墙，都是干货，提供问题排查。快速5分钟下载 Way2Ray 并配置成功，实现科学上网。这里我展示一下，通过百度搜索 Way2Ray 怎么搜索下载 Way2Ray。我们百度搜索先下载看一下，没有找到下载的链接。然后我再输入一下 Way2Ray 下载，然后找到了一个，看一下从哪里可以下载，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们再搜索一下 Way2Ray 的下载，然后找到一个 Way2Ray 应该是它的 GitHub 上一个官网的一个网站，我们连接到 GitHub 上去下载，我们就下载最新的版本 5.38，我们就直接下载那个 Way2Ray ncore 那个最大的那个文件包就可以下载。我们稍等一下，下载完毕。Way2Ray 下载后好，我们打开电脑的下载，然后我们解压缩一下，直接用我先保存一下那个链接吧，这是那个 GitHub 的链接，最好保存一下，以防回头搜不到的时候可以方便打开。好，现在我们解压缩一下，就直接用系统自带的解压缩本地文件就可以了。解压缩一下，我们打开以后就直接运行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安装的。然后我们找到那个 Way2Ray 点 exe 文件，然后我们运行它就可以了。因为你第一次运行，它可能会有一些提示，提示你要运行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打开了，里边是空白的，现在还没有那个服务的节点。然后我们再去百度上搜索一个节点，我们搜索 VMESS 免费节点，我们就点第一个。第一个出来，我们找一下那个节点，它有好多节点，各种各样的协议的节点 ，SS 的节点和我们用 VMESS 节点，我们选择第一个，就直接把这段文本拷下来，右键复制，然后再打开 Way2Ray 软件，然后直接从这里边选择 Ctrl+V， 或者说选择菜单的 Ctrl+V 粘贴进去就可以了，导入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服务器已经导入进了，我们用一下回车键，或者说在菜单下选择设置为活动服务器，然后它就可以运行了，这样就运行起来了。我们右键再检测一下它的当前的状态是不是可用的。我们看有时间显示多少毫秒，它就是可用的。如果是-1的话，它就不可用的。然后我们在右下角，然后配置一下自动的那个代理服务器，这样它就可以了。我们打开一个链接吧，然后看一下是不是代理成功了。刚才那个节点是成功的，应该大概率就没有问题的。我们打开一个 YouTube 吧，这样就 YouTube 就自然而然就打开了，说明刚才那个节点是协议的，我们就配置完了，就已经实现了科学上网。然后再打开谷歌看一下，
也是可以打开的。我们搜索一个关键字，比如搜索 Hello World，这样就可以了。行，好，这个视频就录制到这儿。刚才可能是我再演示一遍嘛，就是说一下就是怎么搜索。就首先是百度搜索那个软件，把它的软件下载下来，就 Victory Rain N 软件，然后在百度搜索这个 VMESS 协议的节点。我们再展示一下 Victory N，因为在国内可能有时候在墙内是搜不了，下载比较困难。我们演示一下从别的网站下载，不是从 GitHub 上去下载。好，我们找到一个，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我现在展示一下，它现在这个链接是跳到那个 GitHub 上的，它可能跳不过去，因为没有翻墙。我们等一会儿可能看不了，我们就直接选它提供的本地下载包就可以了，这一样的。好，我们下载一会儿，稍微等待一下。好，稍微等待一下，可能下载稍微有点慢。稍微等待一下。这个主要就2个步骤，就一个是下载一个软件，还有个软件找到一个节点，我们把它贴进去，贴到这个 Victory 里边就可以了。然后再配置一下系统的代理，用它去配置系统代理，自动配置，然后就可以上网了。主要就是3步，第一是下载软件，第二打开软件，第3步配置系统代理。中间可能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那个节点，可能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节点，在国内网搜不到合适的节点，你可以需要搜很多节点去不断的试一下这个节点是不是有用。这样的话就可以，试的节点有用，我们在里边试好了，就配置就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大概就这个步骤，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不用关心。好，我们再等待一下下载，马上下载完了。还没下载完，稍等一下。我们打开，这个它文件可能改了一下名字，不是显示那个名字，我们解压缩之后就可以看到里边的名字，解压缩本地。好，打开，这其实刚才下载的是一样的，我们找一下那个 ESC 文件，打开一下，这一样的，我们仍然运行就可以了，我们就打开了。看这里边是空白的。好，我们现在同样再去搜索，通过墙内搜索一下这个 VMSE 的免费节点。来找下第一个。好，我们还找刚才那个，其实是刚才同样的一个节点，我们复制粘贴一下，我们本地做个备份吧，然后还是右键粘贴 Ctrl+V， 粘贴就进去就行了。然后我们把它设为一个活动的服务器，行，这样就代理就运行起来了。现在可能我现在直接访问可能不太对。现在是访问不了的，因为我没有设置那个代理。我们的右下角右键，我们把它设置为配置一下系统自动的配置代理。
这样照理来讲应该是可以访问的。但是如果是因为那是刚才一个节点，我们看一下还是不能访问。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这个服务器的状态，再试一下能不能访问，还是不能访问。可能刚才那节点是没有，我们复制第二个看看。刚才科学上网失败了，我们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打开这个 Virtual 软件，我们选择重启一下它的服务，然后右键，我们检测一下这个服务的当前的一个状态。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看它会去连一些外网的一些网站。你看现在它返回的是一个-1时间，那就说明这个服务器节点是不可用的。刚才我们是还可用的，可能出现了某种原因，它就变得不可用了。这个跟我们的软件配置是没有关系的，是服务器的节点是有问题的。它这个有时候我们平常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所以大家不用注意，这不是我们刚才说到我们那个软件，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如果配置成功的话，我们在谷歌浏览器中展示一下它是怎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代理上网的。我们打开那个谷歌的浏览器，然后我们打开它的那个设置，它在那里设置。现在我先把这个清理代理的服务器，清理掉，我们打开设置看一下。应该是找一下，在系统里边儿，系统里边儿有一个，它是点到计算机的配置，我们看刚才我们是关闭的状态，你看关闭显示是个关闭啊，其实上面行，然后现在我们把它自动系统配置一下，因为我们配置了，我们再刷新一下，这是在系统里边儿配置的，我们再进来看，你看它已经打开了，然后配置了本地的一些节点。好，现在我们清除一下系统的代理，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有时候我们可能同时会用可以用两个浏览器，可以用谷歌浏览器去实现一些科学上网的一些功能，然后本地网站呢，我们可能用 Firefox 去实现不用代理上网，这样可能保证访问本地的时候，那个网速可以比较快。好，我们看一下在那个 Firefox 里边儿怎么配不用那个系统的代理去上网。我们找到常规里边儿有一个网络设置，我们选择第一个，就不用代理服务器上网。这样的话，在这个里边打开的网站都是不走代理的，这样你就可以保证访问本地的网站网速会比较快。好，现在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这个科学上网的一个注意点。首先，我们软件安装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大家能搜到。现在就找那个 VMS 节点是不是有效的，我们添加到 Virtual 里头一定要立刻就验证一下这个节点的有效性，这样就不会保证我们一步步的判断是不是到底哪里的问题。保证节点有效性之后，我们再去右下角，然后打开那个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代理，这样就是第二条。Windows V2Ray 它是修改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代理，它不是修改的浏览器的代理。这样的话，我们修改了系统代理之后，如果我们不想用代理，我们直接把 Virtual 窗口关掉，它那个代理还是生效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会儿上网，一会儿不能上，就搞得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因为那个系统的代理没有关掉，或者是因为 V2A 节点它失效了，所以我们这样一定要注意那个 V2A 窗口关窗口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代理的状态，如果不小心关掉了，我们
把这个窗口再打开，然后再用 V2Ray 去把那个代理给关掉，这样呢就保证一个稳定性、安全性吧，啊。然后还有个第三条，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开了 V2Ray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2个浏览器，一个是用谷歌走科学上网，然后用 Firefox 走普通上网。就前面的视频已经都讲过了，就大概注意这几点嘛。就我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下载软件，软件下载完了打开运行，然后再搜索找这一个节点，找节点可能比较麻烦，一定要找一个有效的节点。你可能找好几个，一个下载一个，一个验证一个，下载一个，验证一个，验证完了就可以了。验证完了之后，然后就去修改它右下角去修改它的代理，一个是清除代理，还有一个是打开代理，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配置一下2个浏览器，一个是走代理的浏览器，一个是不走代理的浏览器。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就可以实现上网了。好，这个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我刚才想了想，可能如果你还是上不了网了，那很可能就试了很多节点都是上不了，那很可能就是 V2Vay 软件包的原因。它那个软件包它也是在升级的，有的高版本的软件包可以用，低版本的软件包它可能就不支持了，会有问题，它可能出现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墙内，如果不是从官网上下载的软件包的话，它可能被人做了手脚，里边修改了一些东西，或者说种种原因嘛，这样就上不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从别人那儿直接拷一个能上网的软件包过来，可能这个就不太好弄了，要不然你就网上多试一试，找一些软件包，看能不能用。好，就做一些补充嘛。好，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